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下午来到新北市石门区老梅社区，这附近著名的景点有老梅绿石槽，还有富贵角灯塔、富贵角步道。我们就先逛逛老梅社区。老梅社区最近几年有新的社区彩绘，小梅梦想成真。小梅指的是老梅国小的小学生，这些彩绘是老梅国小师生在视觉艺术课程所创作的绘本故事，然后将这些绘本作品彩绘在老梅社区里面。我们现在就从巷道进入，循着路线一一造访这些彩色绘本。老梅派出所老榕树。我们从这里进入老梅社区，灵虚宫。地面有小猪的符号。老梅的地名来自平埔族的部落名称，就是意指山猪的意思。这边黄色建筑的外墙，序幕感梦。这里有简介：小梅梦想成真，序幕感梦。扫描 QR code 之后，就能够看到完整的故事动画。前面不远处，这里是2号。第2幕改变。其实只要跟着地面步道上的小猪图案，就可以完整的欣赏到这9幅作品。我看到第3幕了，在前面。第3幕、第4幕连接在一起。第3幕前进，第4幕互助，第5幕勇敢。转角这里有一家传统杂货店。第6幕、第7幕在这里。第6幕热切。第7幕友善。第8幕实现。这是最终章，算是第9幕吧。快乐的结局。我们现在从这里走往老梅海岸，那边有著名的绿石槽，不过季节已过，现在只能看到石槽，看不到绿石槽。旁边这里是老梅停车场。平日计次60元，假日100元。受到台风环流的影响，今天海浪很大。我们先进海湾绿洲喝咖啡，傍晚天气凉一点再出来看风景。餐厅前面的海岸，就是著名的老梅绿石槽。哎，这电猫。喝完咖啡，我出来逛老梅绿石槽。
这些石槽是来自大屯火山群喷发的火山岩，因为长期受到海水侵蚀，所以形成沟槽状。每年3、4月之间，东北季风减弱，所以海藻在石头滋长，而将石槽染成一片如绿色地毯的绿石槽，成为独特季节限定的老梅绿石槽美景。今天的浪好大，老梅石槽别有一番风情。我回到海湾绿洲了。我们现在走回老梅社区。现在下午4点钟过后，天气变凉爽了。那我们待会就直接开车前往富贵角灯塔，去走一圈富贵角步道。这是我们刚来的时候有参观过的画本故事彩绘。我们抵达富贵角步道了。从这里走到富基渔港，绕一圈回来，大概2.3公里吧，1个小时可以走完。现在飘起很细微的毛毛雨，没什么影响。这边又岔路往老梅沙滩300公尺。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可以从老梅沙滩那边一路走过来，主要是担心晚一点，万一下雨的话，回去要走沙滩那边可能比较不方便，所以还是开车好了。这是老梅绿石槽。这是老梅沙滩，富贵角灯塔就在前面。台湾极北富贵角灯塔。这里是台湾本岛最北处。富贵角灯塔，原称富基角灯塔，是日本人在台湾兴建的灯塔之一。1897年，灯塔竣工，塔身为8角形铁造，7层黑白平行相间的条纹，高度30公尺。2次大战期间，曾遭盟军轰炸毁损。民国51年重建为8角形混凝土塔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富贵角灯塔参观，记得以前来的时候都没有开放。阶梯落差，小心行走。所以这碉堡是可以进来参观的。
灯塔区才是富贵角视野最佳之处，以前都没有机会上来这里。我刚刚 Google 了一下，富贵角灯塔是今年1月才开放参观。我上一次造访这里已经是3、4年前了，所以以前都没有机会参观灯塔区。哇，真的很棒，很值得一游，推荐给大家。现在又飘起毛毛雨了，不过我们已经快走到富基渔港了，抵达步道终点，走往渔港还要400公尺。我们抵达富基渔港，前面这里是富基渔港的生鲜区，今天勉强可以看见落日。我们现在就从富基渔港走回富贵角公园步道入口，从上方阿达餐厅旁边那边有一条步道，可以走回富贵角公园。我们停车的地方，万里蟹、阿达餐厅。我们从这边的步道上行。这段路要穿过森林，一小段而已。前面就接马路了，大约走3、4分钟吧。我们走回到富贵角公园步道入口了。这样环绕一圈超过70分钟，主要是在富贵角灯塔停留时间比较长，正常的话1个小时就可以环绕一圈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老梅海岸富贵角步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老梅海岸富贵角步道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